想象一下这样的画面哈，午夜时分，7架 B2 隐形轰炸机悄无声息的划过伊朗上空，他们的肚子里装着什么呢？是重达13吨的巨型钻地弹，人类造出来的最狠的常规武器。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伊朗深埋在山体100米以下的福尔多核设施，这个是被称之为坚不可摧的地下堡垒。那这次行动的代号是叫做午夜战锤，听起来就很霸气，对不对？目标非常简单粗暴，一次性的把伊朗的核野心从地球上彻底抹去。但是这次任务到底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还是说这就像是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魔盒，会把整个中东地区都推向深渊？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回头看一看历史，因为以色列之前已经干过2次这样的事情了，经验跟教训都在那里摆着呢。故事我们从一个人说起，叫做梅纳赫姆·贝金，以色列的前总理，大屠杀的幸存者。他定下了一个铁律，后来称之为贝金主义，就是凡是敢于公开叫嚣要灭掉以色列的敌人，不管他是谁，绝对不能够让他们搞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上世纪70年代末，这个敌人是萨达姆。当时伊拉克人在法国人的帮助下，在巴格达的郊外建了一个核反应堆，叫做奥斯拉克。表面上说是要搞和平的核能利用，但是以色列的情报部门摩萨德早就看穿了他们的伪装。萨达姆这个家伙野心很大，他偷偷的向意大利买能够提炼武器级布的技术，还想要绕过国际的监管。摩萨德呢估算伊拉克最晚1985年就能够造出原子弹。对于贝金来说，一个有核弹还要天天喊着说要抹去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萨达姆，那就是第2次大屠杀的前奏。永不重演这4个字在那一刻就变得非常的具体跟现实，变成了一个必须要执行的军事命令。当然军事打击肯定是最后的选择。以色列呢，他先是尝试搞外交，找了法国、意大利施压，让他们不要帮伊拉克来造核弹，结果人家为了钱根本就不搭理，外交不行就来阴的。1979年法国的土伦港准备运往伊拉克反应堆的核心部件突然发生了爆炸，原因不明。这样一炸呢，伊拉克的核计划直接往后推迟了好几个月。更狠的是，这个以色列人开始暗杀科学家。参与这个核项目的埃及物理学家在巴黎酒店被人做掉了，伊拉克的科学家在欧洲也都非常离奇的遭遇了意外。这样一些阴招确实很管用，但也只能够拖延时间，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萨达姆他铁了心的要搞原子弹，那这样的话就只能够动真格的了。1981年6月7日下午，8架 F-16 战斗机在6架 F-15 的护航底下出发了。这次任务有多难呢？他们要超低空飞行1100公里，穿过约旦跟沙特的领空，而且还不能够被敌方发现。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编队里面有一个非常年轻的飞行员，叫做伊兰拉蒙，他是之前大屠杀幸存者的儿子。很多年以后，他成为了以色列第1位宇航员，但是不幸的是，他后来牺牲在了哥伦比亚航天飞机的事故当中。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那一个下午，一个犹太大屠杀的幸存者的后代去执行一个防止第2次大屠杀的任务。当他驾驶着战斗机飞向巴格达的时候，他身上背负的是整个民族的沉甸甸的历史的重量。整个战情的结果，不到2分钟，奥斯拉克反应堆的穹顶就被炸成了渣渣，然后所有的飞机都安全返航回家了。这个事情一做完，全世界都炸了锅，联合国是一致谴责，连美国都说震惊，还扣押了要给以色列交付的这个 F-16。表面上来看，以色列被完全孤立了，但是这次行动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呢？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因为对这个事情的评价有2种截然相反的看法。第一种观点觉得这是一次非常大的成功，道理非常简单，因为针对以色列的威胁被非常干净利落的给解除掉了。伊拉克的核计划至少推迟了10年。如果没有这样一次非常成功的军事行动，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的时候，
当时联军要面对的就是一个有核武器的萨达姆，所以美国的前国防部长切里后来就说，以色列这一次行动让整个世界变得更安全了。不过有第二种观点就更深刻，然后也更让人感到不安。这个观点认为说，虽然公开的核设施被炸毁了，但实际上这个做法是彻底的激怒了萨达姆。结果是怎么样呢？萨达姆他非但没有放弃他的核计划，反而把这个项目的预算从4亿美金猛增到了100亿美金，而且搞得更隐蔽的地下铀浓缩项目。这个秘密的计划一直都没有被发现，直到1991年海湾战争才被美军发现。所以你看，这个就是巴比伦行动留给我们的一个核心的悖论。以色列的军事打击确实是摧毁了一个已知的威胁，但是无意当中催生了一个更加危险的未知的威胁。就好像你砍掉了魔鬼露在外面的一只手，结果呢，刺激它在桌子底下长出了更强壮更隐蔽的身体。所以这次行动其实揭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就是对于一个决心拥核的国家，单纯的简单的物理上的摧毁可能只是将这个威胁从一种形式转变成为另外一种更难对付的形式。这样一个教训对于我们理解今天的伊核问题实在是太重要了。那如果说巴比伦行动是在聚光灯下进行的一个公开的挑战，那26年以后，以色列对于叙利亚的果园行动就是在极度保密当中非常完美的一个进化。21世纪初，有情报显示，叙利亚在朝鲜的帮助下，在东部沙漠深处建了一个秘密核反应堆。这次以色列的情报手段是完全升级了。2006年底，摩萨德的特工在伦敦一家酒店上演了非常精彩的现实版的碟中谍。他们成功的在一个叙利亚核官员的这个笔记本电脑上装上了间谍软件，偷到了海量的核心情报，比如说包括核反应堆的设计图纸、建设的进程的这个照片，还有朝鲜专家会面的证据等等等等。而且光有数字情报还不够，还要有一些物理证据。所以2007年8月份，以色列最牛的这个特种部队是直接深入敌后，在叙利亚腹地冒着生命危险，在核设施附近取了这个土壤的样本。这次的行动就证实当时这个核活动是的确存在的。在军事执行的层面，以色列这一次执行的是代差级的碾压。最突出最牛的就是电子战的应用，他们派出电子战飞机，非常成功的黑掉了叙利亚全国的防空雷达系统，向他们发送了一个天空无云、万里晴空的这么一个假的画面。叙利亚的防空部队从头到尾对于头顶呼啸而过的 F-15 和 F-16 编队基本上是完全没有察觉。而这一次，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他事先向美国做了通报，他也想请美军帮忙，但是布什政府评估之后觉得这个威胁还不足够，迫在眉睫，所以他拒绝了。但是和1981年的谴责不一样，美国这一次给了一个心照不宣的默许。果园行动最聪明的地方就在于事后的处理是极度的沉默。因为吸取了1981年公开承认甚至大肆宣扬战果之后被全球谴责的教训，所以以色列这一次他选择了闭嘴，完全不提这个事情，把这个皮球踢给了叙利亚。而对于阿萨德来说，如果公开承认自己的这个秘密核设施被敌国给炸了个底朝天，那真的是一个奇耻大辱，会逼得他不得不强硬的回应。所以他当时也选择了打碎了牙齿活血吞，然后对外就宣称被炸的只是一个正在建设的普通的军事建筑。那正是因为以色列非常聪明的保持了沉默，叙利亚也非常默契的配合以色列来否认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沉默的共谋是非常成功的，避免了事后事态的升级。这次的军事打击的事后分析就清楚多了，因为果园行动被普遍认为是近乎完美的一个战略上的成功。为什么？因为首先这个核设施的威胁被彻底的干净的清除了，没有留下
巴比伦悖论这样的后遗症，因为叙利亚在国力上、决心上跟资源上都远远不如当年的伊拉克，他没有能力，尤其是在被以色列空袭了之后，他们没有资源能够再搞更大的秘密的核项目。其次最重要的就是这样一次行动它有历史的偶然性，如果以色列2007年当时没有动手的话，这座核反应堆应该会在2011年的叙利亚内战前投入运行。那么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这个核材料跟核技术很有可能会落入后来崛起的这个 ISIS 或者其他的一些极端的恐怖组织手里。如果这件事情真的发生的话，那将是全球性的核安全的噩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以色列这样一次的打击不仅仅解除了对于自己安全的威胁，客观上来说也是非常及时的为全世界避免了一场灾难性的后果。那果园行动的核心启示就是，他把背金主义从公开叫板的模式升级到了隐秘执行、追求时效，然后否认结果的 2.0 版本。成功的关键就从打得准升级到了打得安静，而且时机选得很对。果园行动的这个成功呢，似乎为先发制人的打击提供了一份非常完美的答案。但是如果打击的目标不是一个虚弱的叙利亚，而是一个强大的、坚韧的，而且把核能力分散到全国各地的九头蛇呢？这个就是今天要讨论的真正要面对的难题——伊朗。其实除了以色列的做法，咱们不妨把眼光放远一点，看一看当年比如说美国跟苏联这些超级大国，他们如果要面临同样的选择的时候，最后为什么其实都选择了忍住了不动手呢？1949年的时候，当时美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他们眼看着这个苏联的核计划越来越成功，越搞越像样。当时丘吉尔就曾经建议，要不要来一个不可思议行动，我们先下手为强，把苏联给收拾了。可他们为什么最终没有动手呢？他们衡量过之后认为没有办法彻底的占领苏联，担心如果万一搞不定的话，这个反倒是一个麻烦的事情。而且美国军方自己做的评估报告说得非常的清楚，非常的直白，就算我们把原子弹扔过去，把苏联的70个主要城市都给轰炸了，也不能够保证能够在全面战争当中打赢对方。因为考虑的东西不是能不能够把核工厂炸掉这么简单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在跟苏联这样一个大陆的强权的全面战争当中取得胜利。当然评估的结果是非常残酷的，就是没有把握能够打赢，因为面对苏联这样一个压倒性的常规的军事力量，任何一种所谓的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在当时那个年代都可能演变成一场收不了场的灾难。所以他们最终就是不得不放弃了这个计划。这不是什么优柔寡断，而是非常实打实的这个计算之后的结果。过了10几年之后，美国政府开始考虑要不要对中国动手了。当时的肯尼迪政府觉得说，中国有核武器，这个肯定是不能够接受的。这次美国的技术手段更先进了，他们的选择也更多，他们甚至偷偷摸摸的跟死对头苏联在私底下接触过，商量着能不能够美苏联手一起做掉中国的核武器。不过到最后，美国依然选择了放弃。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也算计清楚了，军事打击的政治代价依然是大的吓人，而且压根没办法保证通过空袭的方式把中国的核能力彻底的搞掉。因为把设施炸掉了，中国可以马上重建，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前面分析了4个具体的历史的案例，那现在我们有了这些历史的经验以后，来重新面对今天最棘手的这个难题，就是伊朗。伊朗的这个核设施它不是一个，而是一张互相关联、有备份能力的网络。纳坦兹是最大的铀浓缩中心，有深埋在地底下的厂房；福尔多是最坚固的堡垒，建在山体内部100米的深处，专门为了抵御这种空袭。还有伊斯法罕的研发中心、阿拉克的重水反应堆等等。最关键的是，伊朗已经完全掌握了核燃料循环技术，他培养了一整代的本土的核科学家，他们的知识跟技能以及经验才是整个核计划真正的心脏跟最重要的资产。那科学家个体其实已经被以色列做了很多定点清除，但是整个国家的智力资本是炸弹炸不掉的。
所以一场持续了数十年的影子战争其实早就已经开始了。以色列的这个手段之激烈，远超当年对付伊拉克的时候。首先我们之前聊过，就是这个网络战阵网病毒，它悄无声息的让伊朗数千台离心机在异常的变数当中自我毁灭掉了。是针对大佬的猎杀，从街头的摩托车的枪手到用卫星遥控搭载 AI 的机枪对这个顶级的核科学家进行遥控刺杀，一直到我们刚刚发生的雄狮崛起行动，以色列是暗杀跟斩首风暴去摧毁伊朗最宝贵的这些知识的载体。这些行动有效果吗？当然是有的，因为他们成功的反复拖延了伊朗接近这个核门槛的步伐，给他制造了非常巨大的障碍跟成本。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些行动本身其实恰恰证明了伊朗核项目有非常惊人的韧性，因为每一次攻击之后，它都能够重新组织、调整、修复，然后继续前进。这样一个九头蛇砍掉了一个头，马上又长出另外一个头出来。当以色列发现网络攻击跟定点清除这些外科手术都没办法杀死九头蛇的时候，在决策者的桌面上就只剩下了一个选项，一场天翻地覆的全面的空袭跟绝杀。这个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这个午夜战锤计划。其实这样一次军事打击是史无前例的，执行打击的这个核心就是美国的 GBU-57 巨型钻地弹，它的登场其实标志着背金主义从一个以色列执行的一个单边政策，最终升级演变为美以共同执行的一个联合作战的战略。美国这一次已经是彻底从幕后走向了台前，然后他发起这个行动以后，也势必要承担所有的后果。那军事打击的结束，其实才是真正风暴的开始。伊朗会怎么样报复？首先可以想象的就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是全球的石油咽喉，会引爆世界的经济危机，而且它可能会动员遍布中东的抵抗轴心的网络，比如说黎巴嫩的真主党、也门的胡塞武装、伊拉克跟叙利亚的民兵，对美军的基地、以色列的本土跟海湾的盟国发动一个全面的袭击，然后把整个地区拖入火海。另外它就会发动一些全球性的网络攻击、恐怖袭击等等等等。所以可以想象的就是伊朗国内的强硬派在这个事情以后会获得压倒性的支持，比如说退出不扩散的核武器条约，利用剩余的这些设施跟知识的储备，在更加绝密的状态底下全力冲向核武器。所以到那个时候，我们可以预期到时候国际社会可能也会出现分裂，美欧之间会出现裂痕，中俄可能会强烈谴责深化与伊朗的关系，因为在遭受打击之后的伊朗不可避免的会更向中俄来靠近，所以会有一个全新的甚至可能会对抗性的地缘政治的格局在中东形成。那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过去的经验，就会发现果园行动的经验在伊朗这个 case 里面几乎不适用，因为那样一次行动之所以会成功，关键就在于它的目标是比较单一的。叙利亚国家的国力比较衰弱，事后大家沉默的共谋让这个事情不必升级，所以还有外交的空间。而伊朗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意志比较坚定的一个地区的强国，而且这个事情当着全球，而且美国如此高调，当着全世界各个国家的面对他进行一个如此不给面子的军事打击，这对于伊朗来说，他很难选择完全打碎牙齿或血吞。所以真正有参考价值的可能是巴比伦行动的这个经验，因为当年对于伊拉克的打击非但没有能够消除萨达姆的核野心，反而刺激他投入了10倍的资源去搞更隐秘、更危险的秘密项目。这个极有可能就是将来我们美国对于伊朗打击之后的比较可能的一个现实的未来。所以我们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就是这样一场先发制人的终极的打击真的会成功吗？我想这个答案取决于你怎么样定义这个成功。如果成功意味着在短期内摧毁伊朗的这个核物理设施，赢得几年的宝贵时间，那我觉得它勉强算合格。因为截止目前，我们看到美国的高级官员承认，就是美国对于福尔多的袭击，它并未完全摧毁设施，而是严重损害，导致其瘫痪。也就是哪怕是12枚的钻地弹一起用，其实也没有办法完全摧毁这个设施。最好的结局大概会是将这个伊朗的核武器计划往后推迟2到5年。
那如果成功意味着是永久的消除伊朗的核威胁，让中东变得更安全的话，我觉得用这个定义来衡量的话，几乎可以肯定这个行动它注定是失败的，因为国防部长明确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了，就是没有打算来颠覆伊朗的政府，而且单凭以色列的能力他也做不到。那所以午夜战锤行动更像是一次高风险的一个重置，而不是终结它的核计划。它是用一个相对比较确定的短期的战术的收益去赌一个非常不确定的，甚至可能充满了灾难性风险的长期的未来。所以特朗普用这个出其不意的军事行动，等同于把伊朗从核门槛上狠狠地推了一把，让伊朗大概率会向核武国家来冲刺，也就是说白了另外一个朝鲜。所以我们看到历史上的经验其实非常清晰而且深刻的，对于一个地区强权来说，单纯的技术性的军事打击没办法根除它的野心。面对这样一个不确定性的未来，您觉得将来事态会如何发展呢？欢迎您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您的看法。如果这个视频对您有启发的话，请记得点赞分享，并且订阅爱生的频道，打开小铃铛，祝您有心情愉悦的一天，谢谢。